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来分享一个做法特别简易的糕点——蔓越莓小松糕。这糕很适合早餐或下午茶，只要3-2下功夫就可以完成。大家一起来吧。首先，在料理盆内敲入1个鸡蛋，50克蔗糖，一般细砂糖也可以，植物油25克。舅舅这里用的是葵花籽油，味道比较清淡。这牌子的椰奶30克，添加一点点清香就好。打蛋器不离盆底，将食材拌匀，轻轻将糖拌匀就好，就没有要将蛋打发的意思。对。接着再倒入50毫升清水，这清水也可以用煮过的斑斓水，冷却后再加入，这也很香。100克低筋面粉，一般普通中筋面粉也可以。8克泡打粉，约1小匙，全部一起过筛。最后再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，这小松糕面糊基本上就算完成了。哇，这也太简易了。是的，大家都太忙了，所以越简单越好。好了，拌匀后静置个15分钟，让面糊自行乳化。备好这小松糕模具6个，这模具分大与小2种尺寸，这是大尺寸的。在模具内涂上1层油，薄薄一点就好。20克蔓越莓干，用剪刀剪碎。哦，黑色的。这是没加工过的蔓越莓干，颜色偏红色的是加工过的，会比较好看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在每个模具里都适量加一点。这是静置了15分钟的面糊，乳化后会变得比较细致。将备好的面糊全部倒入个裱花袋内，这样处理起来比较轻松。将裱花袋绑好，然后在尾端剪个口，很轻松很方便的就可以将面糊匀分。将每个模具填上9分满的面糊，因为这食谱没用上酵母，填满后的面糊不会自行发酵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溢出。今天这食谱可以完成6个，非常适合2至3个人的下午茶。如果家里人多，将食材翻倍就行，做法还是一样。蒸锅里大火将水预先煮开，记得水必须煮至沸腾，再将松糕生坯放上，盖好，锅盖要密合。如果锅盖上有这排气孔，最好用纸巾卷起，再堵上，避免泄气。大火蒸20分钟，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将锅盖轻轻掀起，避免锅盖内的水滴在成品上，那就不完美了。哇，成品一个个圆鼓鼓的，也太漂亮了。嘟嘟想吃了。成品降至手部可以接受的温度后，就可以脱模了。开心，终于可以开吃了。你请自便。谢谢舅舅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时候再来杯黑咖啡，也算是生活中一大享受了。成品蓬松柔软，糕体内部气孔很细，对，整个就感觉软绵绵的，好吃极了。是的，这是选用了低筋面粉关系。如果您用的是一般普通面粉，口感上可能就没法这么柔软绵密了。欢迎大家照着舅舅食谱做起来，不是好食谱，舅舅不会分享。那我们就一起给舅舅赞一个。谢谢嘟嘟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很快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我是嘟嘟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做什么？邻居老奶奶托了她儿子给舅舅传了简讯食谱，说奶奶想吃咸水饺，希望舅舅给她做一做。奶奶古早味，我们快做。OK， 首先将120毫升煮至沸腾的热水，趁热加入100克成面粉中，边加入边搅拌，要小心烫手。是的，别急。接着盖上焖一焖，将300克糯米粉倒入料理盆中，再加入1小匙食盐，75克白糖，然后稍加拌匀。舅舅，这白糖会太多吗？不会，这食谱很标准，想跟着做的朋友不建议自行调整。舅舅是做过了吗？开始舅舅也有点疑问，
所以事先试过了。接着将半透明的成面团加入，成面粉实质上就是小麦淀粉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它里面有少量残存的面筋，可以提供咸水饺所需的强度。接着将250毫升室温水分少量多次，慢慢的加入。边加水边和匀。慢慢的将水加完，确定料理盆内没有大片干粉后，加入70克猪油，这也可以用白油或其他食用油替代。效果有什么差别呢？油炸后咸水饺表面的珍珠泡，肯定没有比用猪油来的好看。口味呢？选用猪油会比较香脆。再将猪油揉入面团后，面团表面较为光滑，软硬适中。这时将面团置入密封袋内，冷藏3至4个小时，这可以让面团完成乳化。好了，舅舅，我们先去喝个下午茶。好吧，喝了茶再继续。Let's go。好了，嘟嘟，喝过了茶，我们开始来准备内馅了。锅内倒入3大匙油。油热后，倒入30克蒜末，中火爆香。接着，3朵香菇泡软，切丁后加入50克胡萝卜切丁，一起加入炒香。这时候也可以加些青豆或玉米粒，因为家里没有，所以不加。这会造成影响吗？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接着是50克切丁沙葛，这沙葛也可以用马蹄取代。用马蹄会更脆口是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接着加入鸡肉丁与虾仁各120克，炒香后开始调味。1大匙白糖，这可以中和馅料中各种调味。1小匙鸡精粉，1大匙生抽，半小匙胡椒粉，1/4小匙五香粉，1大匙蚝油。接着将所有食材炒匀炒香。加入少许麻油增添香气。哇塞，也太香了啦！这香味也太诱人了。舅舅，不是味吗？好吧，你来试，味道如何呢？真够味。最后，在1大匙玉米淀粉内加入2大匙清水拌匀，接着倒入内馅勾芡，勾了芡的内馅比较顺滑，也比较成团。用粉皮包起时比较粘实，内馅不松散，特别容易处理。将内馅炒干离火，盛起备用。取出冷藏了3个小时的面团，移至到案板上，用双手再次搓揉2至3分钟，
直到面团表面光滑，内部细腻。最后再将面团揉成条状，用刮板切分成小剂，每小剂约30克，搓圆待用。降温后的内馅加入适量韭菜。舅舅，韭菜还可换成其他的吗？可以改用青葱、芹菜、韭黄等等，只要味觉与视觉上获得提升，想怎样都行。个人喜欢。是的，拌匀备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始来包咸水饺了。取一小剂面团，稍微揉匀，拇指弯按成约半公分厚片，不要太薄。再用拇指按个浅窝，用线挑或小汤匙勺入适量的内馅。盐可能多一点。没问题，这糕坯油炸后会稍微膨胀，多一点内馅，油炸后内部才不会显得空洞。将两则对折捏合，一个糕坯就完成了。这做法感觉不难操作。是的，一点不难。厨房新手不必担心。记得用线挑或汤匙尾部将内馅按至紧实。又完成另一个了。是的，此食谱完成后共30个。好可爱。接着是热炉炸了吗？对，或内倒油，油量可以稍微多一些，方便油炸，而且效果也会比较好。在油热后，放入一小块切分后多出来的小面团，小面团浮起即表示油温足够热度。接着熄火，再将糕坯置入，利用油温油炸至糕坯浮起，一次别过量。煎中用筷子轻轻摊开，避免粘黏。当糕坯浮起时，再将炉火重启，保持中火，一直油炸至金黄色。间中将糕坯轻轻翻动，这样才能确保均匀上色。糕坯下锅时已是半熟成，基本上没有熟不透的问题。老奶奶一早有交代，说是上了年纪，过度油炸易上火，所以这里稍微金黄就离火了。再熄火，一致重复至完成。这油在油炸后依旧保持清澈，可以重复使用，所以不需担心油量。哇，一个个圆滚滚的，真漂亮。对，表面呈现出很多大大小小的珍珠泡，这会使成品变得更香脆。如果是选用植物油，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。这20个给奶奶。来吧，嘟嘟，尝一个。舅舅也来一个。好吃，再来一个。各位再见。嘟嘟找奶奶去了。